你到底说不说啊？今天我这张脸算是被你丢尽了，有多少人看着呢？你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你？行，哎。小霞，不管怎么样，既然你怀孕了，那我们一家人啊，就要面对这个现实，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啊，你必须把具体发生的所有的事儿，所有的来龙去脉，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，好吗？小小，姥姥错了，姥姥之前就不该帮着你妈一起逼着你去参加什么相亲活动。可是你怀孕的事儿，姥姥是把它当好事儿看的。不管你怀了谁的孩子，你说出来，那你们就踏踏实实的结婚吧。结婚？结什么婚呢？啊，她这孕怀的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可想而知那个男的有多么不靠谱了。你赶紧说呀，你这孩子倒霉爹到底是谁？你们都别问了，问了我也不会说的。好，你今天不说就甭出这个门儿，真是把你惯坏了，什么事儿都由着你性子来。你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你让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？我不说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说出来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哎呦，小小，怎么叫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？你是我们的闺女儿，你现在怀了孕，是吧？我们想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，这不过分吧？爸，我不但不想告诉你们，我今后也不想告诉我的孩子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想自己把这个孩子养大，我要做单亲妈妈。你魔怔了你啊！还单亲妈妈，你带过孩子吗你？啊，你这样还有多难吗？这些都不说，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，你带着一个孩子，你家外人怎么看呢你？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过，我管别人怎么看我呢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那行，那我以后就搬得远远的，我也不带孩子回来看您，您要您的脸，我丢我的人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就不想想啊？这孩子长大了以后，像现在一样气我一样的气你，你是不是很后悔生了他？不，我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我既然能够把他生下来，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他要做什么，他自己都有完全选择的权利。相反的，如果我把他生下来，就是为了给他套上一层无形的枷锁，那么他一定会跟我说 no。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想。行了，别哭了。小小，不哭了。小小，来，快擦擦。不哭了啊！小小，都是你妈不好，回头啊，我好好批评她啊！不哭了啊！小小，我问你啊，你相不相信爸完全能理解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啊？我信。其实啊，你所说的自由，其实我可以理解成是你的权利。那么作为一个人，他行使权利的前提是要履行他的义务和责任。你要对自己负责，同时也要对我们负责。那么你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，那就是你对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权利，对吗？对。爸，我完全理解您刚才所说的。不，
应该说，我除了理解，我还能够完全认同。但是我想问您一句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，您能够认同吗？所以说，您只能理解，但是您并不认同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完完整整告诉你们的原因。爸，您不认同，您至少还能理解。可是我妈呢？啊，你看看我妈那个样子，她完全是失去理性的，她就像疯了一样。我怎么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呢？如果我说出来，您能保证这件事情就朝积极的方向去发展吗？一定不能，它肯定会越来越乱，越来越难控制。所以爸，我是不会说出来的。你们干嘛呢？啊，一家人啊，什么权利，什么义务？打官司呢？小小，他们不认同你，我认同。只要你告诉我，那孩子他爸是谁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姥姥，现在是你们一大家子坐在这边审问我，如果我告诉您了，您能保证不让他们知道吗？如果您能，我就告诉您。这个谁呀？行，我看看去。哎，洋洋，干爸，进来吧。姥姥，干妈干爸，这张卡里一共有37.6868，这里边有我小时候的压岁钱，还有上中学、小学时候的零花钱，有我上大学时候打工挣的钱，还有我这几年的工资，都在这卡里边了。我知道，这没多少，但这真是我全部积蓄了。今儿个都交给您。你给我们这么多钱，是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洋洋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那我直说，姥姥，我今儿来是跟干妈干爸提亲的，我要娶小小。啊？洋洋，你别在这添乱行吗？我没添乱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真的，我也不在乎这孩子他父亲是谁，我就想对小小好，因为我是真喜欢他，我保证也对这孩子好，我对他就像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真的。只要小小不说，我绝对不问这孩子父亲是谁，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就好好挣钱，挣了钱之后我还都存这卡里边，我不为别的，我就想把我一切都给小小，给这孩子。洋洋，你看你这冷不丁的来这么一出，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？算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现在没想结婚啊。没关系，我等你，你什么时候想结咱什么时候结。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那不是说我现在不想结婚，而是说我就不打算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是没打算结婚啊，我想单身啊。你说你这辈子都不打算结婚？你们听见了吗？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想结婚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什么叫太好了呀？干爸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
只要小姐这辈子不结婚，那她就这辈子都是我姐，这辈子都是我一个人的姐，永远都是我一个人的姐。姐你真好。对，我永远是你的亲姐姐啊！不哭啊，洋洋啊！够了，差不点得了啊！演起来没完没了了。没演干嘛？我是真的。得，一边待着去，过来，我还得赶紧审他呢。跟你们俩一天生不完的气。反正这事儿我表过态，只要她愿意嫁，我就娶。闭嘴！你不是不想说吗？行，你也别说了，我呢也不想听。但是，明天啊，你必须把这个孩子给我打了。别呀！这干嘛呀？你们干嘛呀？你听见没有？妈，你也真够逗的哈！我连这孩子他爹是谁都没打算告诉您，我可能听您的把这孩子打了吗？我管你可能不可能，我让你打你就得打。你跟谁结婚你自己可以做主，但这孩子必须由我做主。我不可能把这个孩子打掉的，这是我的事儿，谁也别想勉强我。就你这样的，我真后悔我当初怀你的时候才没把你打了。那也是您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您自己的事儿您可以做主，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们先别吵，不是我的事儿还没说呢。哎，干嘛？你别动手！你别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你给我站住！怎么回事？闹啊！杀人！我说杀人！黄总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唐小小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说说。哦，我还不太清楚，我今天还没有跟他联系。那你跟他联系一下，问问看。好，我中午给他打个电话，然后有什么情况我就跟您汇报。我让你现在给他打，就在这儿。如果您要问的是他的私人问题的话，在这打恐怕不太合适吧？哼，你也知道不合适啊。高慧儿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拿着我给你发的工资，却天天跟你那闺蜜唐小小在一起，合计着骗我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天天这么跟我朝夕相处，我什么事都不瞒你，我从来不把你当家主，只拿你当朋友。可你呢？我这边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你分分钟就去告诉我爸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问你呢，你说话呀。第一，凡是我向您父亲去汇报的事情，都是我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您做的欠妥的事情。第二，我为什么要隐瞒我和唐小小是闺蜜这个事实？我觉得您应该从您自己身上反思。第三，我确实是充当了您父亲安插在您身边的眼线，这件事情的确有一些不耻，我也时时刻刻处在内心的挣扎之中。现在被您发现了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我郑重地跟您道歉，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。人和人之间相处，这些大道理都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情感。你高慧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对你的这份信任。感谢您不把我当下属而当朋友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只有当好您的下属，才有资格做您的朋友。你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说教我，你平衡不了是吧？左右为难是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用为这件事发愁了。我现在就解雇你，赶紧给我离开这儿。洋洋，洋洋，姐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刚才我是太冲动了，但是我跟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，这些话在我心里边埋藏太久太久了，
我真的憋不住了。其实上次我当着干爸干妈的面跟你表白，我说的也都是真的。可你为什么会领会成是我在帮你演戏呢？行了，洋洋，我现在全懂了。所以我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，真的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怎么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你对我的这份感情呢？姐，你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咱俩走丢了，大晚上的，漆黑的马路，咱俩找不到家，你都吓哭了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就特踏实，我无所谓，我怎么都行。这10几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我害怕，害怕你离开我。你真是个傻孩子，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？啊，洋洋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生活当中已经习惯了有你这个弟弟了，我打死我都不会离开你的。再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以后啊，老公跟老婆都可以换，但是弟弟能换吗？对吗？不过，洋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对我的这份感情，它会不会是从小到大的一种对姐姐的依赖性，或者是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的一种惯性？它未必是一种真正的爱情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应该更加的 open 自己，去接触更多的美好的事情。也许你的幸福就在不远处，正在等待着你呢。我明白了，姐，我全明白了，姐。我一定按你说的做，我多接触人，多接触新鲜的事儿，那样的话我才能快点赶上你啊。像你说的，你一辈子都不结婚，那我就做你一辈子的弟弟。我们的幸福就在不远处。谢谢你，姐，谢谢。2个钟了，现在又说不能接受采访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有人说唐小小没来上班了，这不是明摆着骗我们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搬过去不接受采访。不接受采访，让我们抖这么长时间。唐小来了。请大家安静一下。有点家人真不知道你怀疑的事情吗？请问你第一次被家人逼着参加相亲活动，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呢？请问这件是不是你精心策划的一系列炒作呢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无法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，因为我是在上班的时间。不过今天下午5点钟，我会在这个门口与你们准时见面，到时候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抱歉。鉴于杰瑞工作失职，给公司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经过公司高层研究决定对其处以无限期停薪留职的处罚。如果杰瑞能够通过本人的努力，消除其为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公司是可以考虑为其复职的。
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仁，请先允许我开门见山地说几句。这次，因为我的私事儿，给公司带来了有可能无法弥补的损失，对此我感到万分的抱歉和愧疚，所以我决定引咎辞职。我保证，辞职以后，想办法利用媒体，尽量撇清楚我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，避免给公司带来的不良影响。在此，我也恳请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们想到了任何有利于挽回公司名誉的办法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将义不容辞。最后，请允许我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，我让大家失望了。这里面可都是经典的案例，没事儿多琢磨琢磨，都能够现学现用。送你的。好好好，谢谢了。这个送给你，以后没事的时候多带，对金龟好啊。谢谢。臭美妞，送给你的镜子，越来越漂亮。谢谢。Jackie， 以后别用一次性杯子接水啊，不卫生。谢谢老公。送你的。谢谢警长。你们也有。嘿，这像不像他？好像啊，谢谢。送你。好好对待人家啊，谢谢。建瑞，当个不至于把你开了吧？干嘛跟大伙诀别似的？就是啊，你这一走了，活儿都没人能干了，招都招不来合适。我这也算是有自知之明吧，换做谁做领导，都会杀一儆百，也算有个交代，对吧？小姐，这都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不去工作去？瞧你们这一个个苦丧的脸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又不是以后见不着面了。我们都舍不得你，小小姐。舍不得我，那你们就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得给我更加努力的工作，不许给小小姐丢脸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好，该干活干活去吧。小小姐，我们都舍不得你走。以后呀，长点脑子，别老丢三落四的，听见没有？好了。小姐。不好意思呀，给你留了个烂摊子。唐小小，你是一个让我很敬佩的对手。有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我们两个不是对手。南风又轻轻地吹送，相聚的光阴匆匆。
就会回来的，不会太长时间的。首先，我要澄清的是，我在签练马活动当中所说的一言一行，都和汽车集团没有丝毫的关系，更不存在汽车集团授意我在活动中为公司做广告、做宣传的可能性。其次，由于我最近饱受争议的言行给公司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，我已经引咎辞职。另外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在活动当天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发自肺腑的。这和我是否怀孕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而且关于我怀孕的这件事情，我父母并不知情，所以今天我也不会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。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这毕竟是我的隐私。好了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了。请问你家人真的有怀孕事情吗？活动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呢？不好意思，你们一个一个来。您先问。问下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关于怀孕的这件事情，我不做任何回答，谢谢。您说。请问你有打算要这个孩子吗？您的问题是？不行，我不能这样由着他胡来，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。您不能这么做。可是慧慧，你仔细想想，他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他只不过是在追求自己喜欢的姑娘，虽然方法有点任性，但无伤大雅。您如果硬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，那您和小小母亲的逼婚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可是慧慧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太对不起你了。您没有对不起我，我还是那句话，顺其自然。对不起。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说来说去，咱们俩落到这一步，还是因为我没把持住吗？给，谢谢。谢谢。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其实你那边要不是我捣乱，现在肯定做得特别好。我那边呢，本来有你帮忙，我都已经看到希望了，可是还是被我自己给搞砸了。人生大起大落，实在是太快太刺激了。哎，还真是啊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人活着呀，就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每天我们醒来，就是解决完这个问题，再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，就这样重复重复。总之，我们每天要面对问题，解决麻烦，就当是一场刺激震撼的游戏吧。你这心态真棒，点个赞。哎，那你现在怎么打算的？累了，歇一歇吧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我觉得没有什么时候比咱们俩现在更惨了，也算是走到谷底了，也该反弹了。总之，会越来越好的。有道理。来，我再给你包一个荔枝吧。
少天，喝茶。谢谢阿姨。我给你切水果去。哎，别，阿姨啊，您甭忙活了，咱踏踏实实说会儿话吧。少天呀，这次阿姨呀给你道个歉，你看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，实在是真的有点过不去。嗨，什么道歉不道歉的，我也没损失什么，就当是给了钱没拿到货呗。不是，阿姨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也尽力了，但是这婚姻大事确实勉强不来，这也没办法，是吧？不过，阿姨呀，得跟你澄清一下，关于小小怀孕的事，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。你说我要是知道，我怎么能答应你跟她牵手呢？哎呀，这孩子真是气死我了。阿姨，那您知道小小怀的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吗？不知道啊，你说她死活不肯说呀。不过少天，我们家小小真的不是那种随便的姑娘，我对她家教可严了。这次不是，这绝对是个意外。是啊，我知道。那她最近确实没谈恋爱是吧？绝对没有。这我向你担保，真的绝对没有。自从那个半年前她跟那个顾军分手之后啊，就没谈过。那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呀？少天，我说句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您说。你说，会不会是你那好哥们儿王希杰的呀？王希杰？绝对不可能。不是，可是那次相亲活动之后，就是这个王希杰和小小一块儿过来和我们撒的谎，还说什么那是他们的网站上的炒作。还有啊，上次去那合作屋，那个王希杰他妈还说我们家小小和那王希杰好着呢，那意思好像是他们家的儿子非我们家小小不娶了。阿姨，您真的想多了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没有一天不吵架的。再说了，我都拿不下来小小，那杰子更不可能了。更何况，他们俩才在一块住了多长时间呀？怎么可能就有孩子了呢？就让他俩再住个100年，杰子也不可能让小小怀上他的孩子啊！我呀，太了解杰子他妈了，他逼杰子结婚那劲头，比您逼小小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且他俩现在不是住一块儿吗？哎呀，我估计他妈就往那方面想了，准是这样。小伙子嚷嚷啊，脾气那么好吗？这事儿乱到水头上，那不得发火啊！您小点声儿，是听他说，不是听您说啊。要不你出去看看？我可不去啊，多丢人呐！阿姨，那您对小小怀孕这事儿是什么态度啊？这孩子我不能让他要啊！你说这孕怀的不明不白的，你说他自己不说就算了，可怎么没见那男的也站出来说句话呀？所以啊，这孩子必须得打了。那小小呢？他怎么说？我真不好意思提这事儿。你说这孩子不知道他抽什么风了，他非要自己把这孩子生下来。什么？他要把这孩子给生下来？这说的不是气话吧？哎呦，这真不像是气话。不过这回啊，我真不能由他性子来，这孩子死活不能要。阿姨，其实吧，他要是
他要是真能不要这孩子，我倒是挺看得开的。我不是特别介意这个。是这样，唐小小一走，过几天你就要升总监了啊！哎呀，高总，我是有点胜之不武啊。高总，不瞒您说，后来呀，我专程的看了一眼那个相亲活动的现场视频。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话，恐怕唐小小的危机公关又要奏效了。说到底呀，我还是输了。你呀，还是格局太小，目光太短浅，很多事情你都没有看明白。其实你俩的竞争无关业绩，从一开始你就赢定了。怎么讲？还不明白？公司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一个大龄未婚未育的女人呢？她总得要结婚吧，总得生孩子吧。真到那么一天的话，受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公司啊？女人呐，只能做她们应该做的事情。这个世界，终究还是男人的。照你这么说，小天还真是特别喜欢我们家小小了。只要把孩子打掉，他还能接受。是呀，您说能对小小这么好的男人，上哪儿去找啊？这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咱们呀还得抓紧，不能再犹豫了，不能让小小啊要这个孩子呀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这是在一条歪路上越走越远，你再往前走就回不来了。怎么是歪路了？这不是歪路是什么呀？我还是那个观点啊，就算这个少天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是吧？可咱们家小小要不喜欢的话，咱们就不能把他们俩拴在一块儿。你还别总拿少天喜欢小小说事儿。这新闻上有小伙求爱不成还自残呢，那也是喜欢。可那种喜欢，咱受得起吗？你跟我嚷嚷什么呀？你倒是没跟那个求爱不成往人家脸上泼硫酸毁容的比。我这说的实实在在的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不着调的了？哎，你们俩吵够了没有啊？我表个态啊，既然小小怀孕了，那就是生米做成熟饭了。不管她怀的是谁的孩子，只能跟孩子他爹结婚。妈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？这跟你们那个年代不一样。不管是什么年代，都没见过他亲妈为逼领有自己闺女打胎的。这是关心，这是爱护。说我们小小魔怔，你才魔怔了呢。你以为让他打胎我不心疼啊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这长痛啊不如短痛，这道理总明白吧？再说了，和一辈子幸福相比起来呀，那打胎呀压根儿就不是个事儿。是，我插句话啊，妈，不是您按您的意思是，就是说，小小怀了谁的孩子，她就应该嫁给谁，是不是？我是不同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您的做法跟逼小小和少天在一起，从性质上来说，是一样的。没有车，也没有对象，我没有忧，没有愁，整天乐呵呵。妈妈说你都30了，也该成家了。我想是睡的时候，你都午睡了。妈妈两鬓的白发，在我心里发了芽，不再是懵懂的小娃娃，我也要成家立业啦。妈妈两鬓的白发，在我心里发了芽，不再是懵懂的小娃娃，我也要成家。
人就结了吧。嘿呦，啰里啰里啰里嘿，嘿呦，找个人就结了吧。大家赶紧结了吧。